行气又可以叫做行法，就是一行字的法度问题。它是研究一行字当中字与字之间的承接、呼应、上下连贯关系的。因此，在书写的时候行气要注意首字为主，上下承接，前后呼应，把握中心。这个行气的练习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下面呢，我们把它演示一下。行气练习。起，落，齐鲁青未了，杜甫诗句。我们说首字为主，写的比较大一点，就像排头兵一样，上下承接，前后呼应，特别是这个连带关系。我们看这个地方前诗这个字跟它字这样呼应下来了，这一点也是如此。讲究整个把握中心，就是说行气基本上在这一条线上，这是竖着写。行气练习横的，横写，气吞云梦。字有大有小，气字大，吞字小，但是它们的行气就体现在这条中心线上。正是这条中心线体现了横写它的行气。我们在了解了行气的横写、竖写之后，我们还进一步研究一行又一行整篇的模句方法。古代书家认为章法是书法的大事，要从大处着眼，按照形式美的基本规律，将众多的字、众多的行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练习书法要了解章法的主要形式和整体性、变化性的原则。主要形式呢有以下几种：一是纵有行，横有列，这是行楷书写的用的主要形式。有的呢还在打成一定的界格，在这界格里边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书法大家的作品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运用这种章法的，怎么
表现章法美的。主要形式有2种，一种是纵有行，横有列。邢恺往往采取这种写法。我们看书童的这幅作品，纵有行，这个中心线非常明显，横有列，也都在一条一条的中心线上，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相互呼应的笔势。邢恺通常也在借格里边书写。下面我们给它展示一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是在借格当中书写，在借格当中书写呢，可以利用借格本身的这一个尺度、比例，书写起来呢容易掌握。这种书写的特点给人以庄重、规矩、大方的感觉。再一种是纵有行，横无列，这是行书、行草书写的最主要或者说最重要的形式。运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字句、行距、疏密关系的问题。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它是属于字句、行距不疏不密的。五代的杨凝式《鸠华帖》是属于字句、行距皆疏的，而黄庭坚的《东坡》、黄州韩氏十八、徐渭的《七言律诗》属于字句、行距皆密的，而米芾的《调息诗帖》属于字句密、行距疏的。除了前面所讲的行书章法的2种书写形式外，还要注意行书章法的整体性和变化性。整体性就是强调意在笔先要综合考虑结字、集行、成篇的各种因素，要把运笔的起收提按
用墨的浓淡枯韵，节字的主次齐正，行气的上下呼应，节奏的轻重缓急，气势的来去变化，都谋于心中，摄于笔下。要根据实际需要，突出重点，讲究变化，形成变而贯的章法。刚才我们看到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其章法是非常好的，如同天成而不能增，如同同骤而不能减。所以明代董其昌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营带二声，或小或大，随手所入，皆入法子，所以为神品也。”临摹字帖是练习行书的主要途径。许多有成就的书法家，取得明显成效的人，往往都采取这种方法。临摹大致包括选帖、读帖、临帖、谋帖等环节。